接下来呢就是讲的阴日主啊，第一点呢就是讲乙木日主，叫藤蔓交尾，肝系统失养。乙木虽柔，亏阳解牛。那乙木呢为藤蔓之木，其性柔韧，本喜丙火太阳照耀。然而丙午年呢烈火炎炎，形成火多木焚之局。那阴柔之木呢不堪烈焰的久焚。在中医理论当中啊，肝属木，主藏血，主疏泄。那乙木日主啊，逢此火年出现的是肝体阴而用阳的这么一个功能啊，严重的失衡。不仅仅呢肝血暗耗啊，更导致相火妄动，形成虚风内扰之症。那如果从面相上来说呢，你如果在眉间啊显现出了青筋，那这个就代表肝郁血瘀，气血不畅。那眉间呢，在面相学当中呢，为印堂之侧啊，属肝气外显区域。如果见到紫青色的血管呢隐于皮下，或者说眉间的皮肤呢经常出现青暗之色，此为肝血瘀滞之象了。那相书也有云呢，叫眉间青筋，肝气不舒，主胁痛郁症。那中医认为呢，这种现象呢对应着肝郁血瘀啊，疏泄失常的这么一个病机。足厥阴肝经上出于额，与督脉会于颠。那紫青色呢啊，主瘀主痛。那此种现象呢，表明肝的疏泄功能啊出现严重的受阻，是什么慢性肝炎啊、胆囊疾病啊，或者月经不调的重要标志。还有一点呢，叫木滋赤脉纵横，为肝火上炎，木失所养。那眼内滋、外滋啊，在中医理论当中啊，分属心和肝啊。如果见到眼角血丝纵横交错，颜色深红，久不褪去，且伴有眼屎增多、粘稠成丝之状，此为呢肝火灼目之象。那正常的眼滋呢，应该是血脉淡红，隐约的。那但是这等异象呢，也预示着深层次的肝系统病变。那中医认为呢，这个是肝火上炎、灼伤目络的明确证据。那肝开窍于目啊，肝血不足呢，则目失所养啊，肝火旺盛，灼伤血络，此面相啊，往往伴随着干眼症、视力骤降、眼底病变等等眼科的问题，也是高血压、偏头痛的一个重要信号。还有一点呢，就是筋结于颈侧啊，这个叫肝气郁结，脉络不通。那在头颈侧面的胸锁乳突肌这个区域啊，也就是耳后至锁骨前的这么一个区域，或者肩颈的连接处，如果你可以摸到这种明显的筋结或者条索状物，或者肉眼可见啊，该地区呢是肌肉僵硬、轮廓异常突出的，那这个啊就为肝气结于筋之外显。那乙木如藤啊，其贵在柔软的延展性，那这个也意味着其藤身已经变得僵硬板结，失去了柔韧的本性。那这个呢，就直接对应了中医理论当中肝气郁结、络脉不通的这么一个深层病机。足少阳胆经与足厥阴肝经均运行于颈侧。那肝主筋呢，肝气不舒展，则筋脉挛急，气血凝滞啊，形成条索。那这个呢，就不是简单的肌肉紧张了，它还标志着什么呀？气机枢纽的堵塞。那颈侧呢，是头面气血供应的一个通道，那这个地方不通，清阳不生，直接导致一些顽固性的头疼啊、头晕啊、视力模糊啊，以及甲状腺功能的紊乱。那这里淤结的话呢，也会导致一些情志病的躯体化。那此处的筋结呢，是长期的压力、焦虑啊、压抑情绪的一个忠实记录仪，是焦虑症、抑郁症的一个典型的躯体症状。然后呢，还会导致免疫系统的紊乱。那肝胆运行区域出现异常啊，往往与自身的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啊，如桥本氏病啊、慢性淋巴肿大等等问题。如果你出现以下的这些症状呢，你在本年就要格外的注意了。比如肝胆与内分泌的系统啊，需要警惕啊，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啊急性发作。那胆囊息肉啊增大，还有乳腺增生加重啊这些问题。那肝郁化火与丙午火年啊里应外合，风险就会激增。那还有一点呢，就要注意神经系统和精神情志。那此年呢，需要防范啊惊恐发作、没和气
啊。什么叫没和气啊？就是感觉喉中有异物啊，还有紧张性的头痛等等的问题。肝郁是根源，颈侧筋结是标象，精神与躯体症状相互加剧。还有一点呢，就是循环与运动系统了。那么肝郁呢，导致血行不畅，需要注意颈源性高血压，还有胸廓出口综合症，还有肩周炎啊等等，因为气滞血瘀引发的复杂病症。接下来呢，说的就是丁火了，也就是阴火，叫灯烛摇曳，心肾不交。那从核心来讲呢，丁火兆荣，和人而终。那丁火呢为灯烛星火啊，其性幽静啊，本喜人水官星相合。但是这个丙午火年呢，对于丁火来说啊，是阳刃加禄神，又遇双火夹攻，形成重火争光之局。那阴柔之火呢，反被烈日所掩盖。在中医理论当中呢，心属火，肾属水。那丁火日主逢此火年，出现的是心肾相交功能的严重失调。不仅呢真阴被耗啊，更导致虚阳浮越，形成上盛下虚的这么一个症状。那这个时候就要看相了。首先看一个手相啊，看你的掌心，如果赤点密布，那这个就叫心包郁热、营血伏火之象了。掌心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啊，为劳宫穴，属心包经。若见掌心肌肤呢出现密集的朱砂样红点，暗之呢又不褪色，或者掌心呢有潮红灼热，此为心包郁热之象了。正常的掌心呢应该是淡红润泽的。那此等异象啊，也预示着深层次的心系统的病变。那中医认为呢，该现象啊对应着营血伏热、邪陷心包的这么一个病机。那这个心包经呢，带心行令，心包郁热则邪不得外透。那此现象呢，不仅代表心脑血管的负担过重，也更深的意味着免疫系统紊乱，是感染后产生一些心肌炎、风湿热或者皮下出血症等等的一个体表的标志。还有一个啊，就是前额呀汗如出油，这叫心液外泄，真元不固。那前额呢，在面相学当中啊，为天庭，是神之所居。如果见到此处呢，无故经常渗出一些黏腻如油的汗液，而非清爽之汗，此为心液外泄之危象。那中医认为啊，这种现象啊，对应着心气不敛、阴液外泄啊的这么一个严重的病机。那灵枢当中说啊，这个汗为心之液，那此种油性汗呢，是心气与心阴双脱失的一种表现，远非普通体虚自汗。这种现象呢，是心脏神经性官能症啊，自主神经性功能的严重紊乱的一种典型标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话的语声前强后怯，宗气泄露，根蒂不牢。那这个呢，并非是静态的面相，而是声相了啊。听其说话，开始几句呢，就是很有力的。随即呢，这个声调啊就骤然下降，气息呢也是接续不上的，呈明显的虎头蛇尾之感，此为宗气下陷于喉间之象。同时呢，这个也是宗气泄漏、心肺根蒂动摇的活证据。那么宗气基于胸中，司呼吸、行气血、贯心脉。那语气的强弱直接反映宗气的盛衰。那此症呢，也表明患者的呼吸系统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代偿不全问题，是早期的呼吸衰竭、心功能不全、重症肌无力等等重大疾病的早期信号，而绝非简单的中气不足。那如果你出现以下症状的话呢，你就要格外注意了就是心神与神经系统需要极端的警惕，惊恐障碍的这么一种躯体化，比如说一些突发性的窒息感，然后发作性睡病以及病毒性的脑膜炎。那丁火之衰核心在于神明的失守。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能量的代谢系统，此年呢需要防范顽固性低钠血症，还有一些肾上腺皮质功能衰退还有什么爱迪生病对吧？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的异常等等内分泌的问题。那丁火呢，其实象征着身体精微的能量转化系统，此系统面临着全面的失灵。还有一点呢，就是循环与衰竭风险，需要警惕不典型心绞痛，那表现呢是乏力而非是剧痛。那心动过速综合症以及缓慢进展的多器官功能衰退，
其发展模式呢，并非急性发作，而是如烛火般呢缓缓熄灭。接下来说的呢，就是己土日主了，也就是阴土，叫浊阴壅塞，中宫失运。那么这个从命理当中说呢，叫己土卑湿，中正蓄藏。己土呢为田园之土，其性阴湿，贵在转化和滋养。那丙午年呢是烈焰焚土啊，形成了火旺土板之局。那如果从面相上来说呢，你要注意什么呀？就是舌中沟壑深陷，脾阴枯涸，为土烈之兆。这个呢也是舌象之要害啊。细观舌面，如果见到你的舌头的正中呢出现一道深深的沟壑，那沟壑呢是干涸少津，甚至呢伴有一些皲裂，此为脾阴枯涸之危象了。那正常的舌象呢，应该是淡红润泽。那此等异象也预示着中焦化元将绝。那这个啊，也对应着中医里脾经耗竭、化元告急之象。那舌呢为脾之外候，舌中属脾胃。那此沟壑呢，其实并不是普通的裂纹，乃脾阴大伤、土德不彰之象。那此象呢，不仅代表消化吸收功能的一个崩溃，更深层的意味着代谢综合症还有胰腺功能的受损，还有严重的营养不良等等问题的形成，是体液代谢全面紊乱的一个标志。还有一点呢，就是目下如尘蒙垢，湿浊上泛，清阳被恶。那下眼睑的这个部位啊，就是并非眼袋若见皮肤表面浮层着一层灰蒙蒙如尘垢般的色泽，触之呢黏腻，好像又洗不干净。那这个就为浊阴上泛之象了。那相术当中呢，称之为土蒙水味，主湿浊困脾。那中医呢也认为这个是脾湿健运、湿浊弥漫的直观体现。足太阴脾经连目系，脾为湿困，则浊气随经上泛于目下。那此面相者呢，往往伴有顽固性的头疼还有痰湿壅盛过敏性的鼻炎等等清阳不升之症更为甲状腺功能衰退、淋巴回流障碍等等重要的体表特征。那如果你有以下的问题呢，你就要注意了第一点就是代谢枢纽的这么一个崩溃，需要警惕2型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还有一些重症的胰腺炎，还有电解质的紊乱等等会危及生命的代谢危象。己土失运不仅仅是消化，更是全身能量代谢的一个调度中心，它失灵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水液代谢的失灵。那此年呢，你还要注意一个，就是叫水液代谢失衡那你就要防范一些顽固性的水肿、胸腹腔的积液等等严重的水停症候。那土不治水，水湿泛滥就会出现积液等等的这种问题了。还有一点呢，你就要注意免疫屏障的破开，就特别要注意什么真菌感染、细菌感染，还有慢性炎症导致的持续低烧、组织修复能力极度低下的这么一个问题。那脾土呢为后天免疫之本，此根基动摇，则百病丛生。接下来说的呢，就是辛金日主了，也就是阴金那为珠玉染尘、华盖淤结之象。那从命理上来说呢，辛金清润，为土之多。那辛金为珠玉拆巽之金，其性晶莹，贵在纯粹。那丙火年呢，烈焰融金呢，形成了浊火炼金之局，非但不能成气，反而使清纯之金被岁火熏染，此为金玉浊盐之困局，导致肺湿清肃，华盖不张，浊邪弥漫上焦。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看看你的面相了。如果你的鼻翼是燥红脱皮的，这个就代表肺金被浊，窍湿如润。那鼻翼呢，在面相学当中被称为兰台庭位，是肺气出入之门。如果见到鼻翼或者周边的皮肤呢，非常的干燥发红，并且伴有这种白色的皮屑或者蜕皮，那你一摸就觉得有一些拉手那这个就为肺经被浊之象。正常的鼻翼呢是应该润泽的，此象就预示着肺之门户已失去了护卫。那这个就对应中医里呢燥火伤肺、津液失布的这么一个核心病机。那肺开窍于鼻，其华在毛，辛金日主逢烈火，最容易灼伤肺系津液。
那此项呢，不仅是普通的皮肤问题，更是干燥综合症啊、变性性的鼻炎，还有一些慢性咽炎等等津伤肺燥类的疾病的重要标志，也表明你的呼吸道黏膜防御系统呢，其实也是严重受损的。还有一点啊，就是咽喉壁滤泡丛生如砾石，这个叫什么呀？叫肺热痰瘀，互结于关。那此项呢，为咽象要害呀。张口观察咽喉深处啊，就是你的嗓子眼里头。如果呢，你见到结膜充血，其上面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淋巴滤泡啊，或者说颜色是比较暗红的，如铺路石啊，或者是石榴籽，那经年不退，此为痰瘀互结之象了，是肺经淤热、炼液成痰、久病入络成瘀的这么一个明确的证据。那么中医认为呢，这个也对应着肺热蕴结、痰瘀阻络的这么一个复杂的病机。那咽喉呢为肺胃之门户，是诸经上下之要冲。那这个呢也揭示了你的免疫系统长期的在紊乱当中。那淋巴滤泡呢是免疫器官，其异常增生呢就是你的身体啊长期的处于低度炎症和免疫应答失调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干燥综合症等等啊这种病啊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呢是上呼吸道恶性病变的温床，长期的慢性刺激与组织增生是值得警惕的癌前信号。还有一点呢就是肩颈区域板滞如石，这个叫肺气淤闭、经瘀不通。你触摸颈肩交界处的肩颈穴呀，如果你按它的时候呢，感觉里面有结节或者是剧烈的痛感，甚至呢牵及同侧头皮与上肢啊，那这个就为经瘀闭塞之象了。同时呢，这个也是肺气淤闭、累积少阳枢机的体表投影。那肺气不宣，则全身气机壅滞。那少阳经呢，主舒转气液，其运行于身之侧，为机窍之所。那肩颈区域的严重板结呢，也意味着气液循环枢纽的瘫痪，直接影响头部、面部的气血供应导致顽固性的头疼或者眩晕耳鸣以及上肢的麻木等等的问题。那这个呢，也是情志病的躯体锚点。那此区域呢，是压力与焦虑最容易储存的身体部位之一，其板滞程度与焦虑、抑郁、失眠的严重程度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肺病及肝的传变信号。那金不治木就会导致胆经淤结，是慢性胆囊炎肝胆淤热的连带表现。如果你有以下问题的话呢，你就要注意了。如果你的呼吸与免疫系统有问题，你今年就要十分的警惕，比如一些哮喘或者说是因为细菌性、病菌性产生的肺病或者说你一直在咳嗽都没有好转它就会产生一些加剧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头颈与经络系统。那此年呢，需要防范颈源性的高血压还有枕大神经痛以及长期的姿势不良导致的胸廓出口综合症急剧加重。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癸水日主，也为阴水，是为泉源带润、静水深流之象。那癸水至阴呢，达于天津。那癸水为雨露甘泉，其性喜静喜润。那丙午火年呢，对于癸水日主而言正是一场温泉与沸水的考验。那关键呢，在于平衡火势，防止真阴过度的被耗损，从而守住生命的根本。那如果从面相上来说呢，舌下津液略少，这个叫阴液消耗，需及时涵养。那观察舌下，如果你感觉你的口水分泌不足不足以往充沛略显干涩，但是还没有达到这种皲裂的程度这个就是身体其实在提醒你，体内的阴液水库水位正在下降，需要及时补充了。同时呢，中医也认为呢，这个是肾阴偏虚、津液不散加剧的早期状态，如同一个原本湿润的环境被暖风持续的吹拂，水分蒸发快，这个呢也是你的身体发出的早期信号，提示你需要注意什么慢性咽炎、皮肤干燥、睡眠后口干等等的问题，是调整生活作息、着手滋阴养元的最佳时机。还有一点呢，叫瞳孔神采稍散，这个是精力透支应当收摄心神。那观察你的双眼
如果感觉瞳孔的神采啊不如以往凝聚，略显疲惫啊，这个绝非涣散无神，这个呢意味着你的精力正在处于一种高消耗的模式，需要主动刹车为自己充电。那这个呢也反映了肾精有所消耗，心神未能内守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现代人呢也是用眼过度，思虑过多，本来它就耗神，那火年呢就会加剧这种情况了。此项呢也是提醒你需要注意啊，精力不济啊，注意力不易集中，长期的浅度睡眠等等亚健康的状态，是时候通过冥想、减少熬夜的方式来固精守神了。所以说呢，在本年啊，一定要进行一个能量的管理。就您可能会经常感到疲劳，这个是身体在呼吁节能模式啊，重点不在于补，而是在于藏和降啊，避免熬夜呀、剧烈运动啊，选择静养、瑜伽等等。还有一个就是体液的平衡，就是你要有意识的去增水和降火，那多用一些银耳啊、百合呀、山药啊等等滋阴之物，同时呢，也可以用莲子心、菊花等等啊，去清心火，避免身体因火气过扰而干燥。还有一个呢，就是注意你的精神内守。今年呢是修炼静功的良机，主动减少不必要的社交和信息的轰炸，让心神从外界的火中收回来，内在的水啊，自然就可以得到了安定。至此呢，10大日主在丙午火年的健康命理图谱以及对应的面相呈现关系，已为大家完整的呈现。然而呢，面相与命理的精微之处啊，在于细节的推敲与佐证。那么今天所谈呢，是共性之规律，而您的命盘是身强还是身弱，五行是流通还是阻塞，病灶是伏于经络还是身处脏腑，这个呢才是决定健康走向的关键所在。那么随着年关将至，我也给大家精心准备好了我的丙午马年深度测算服务，我将从涵盖事业与财运的招财篇，涵盖劫难与正烂桃花的情感篇，以及最为重要涵盖身心问题的健康篇3大维度，从命理和风水2大方面入手，为您精准的个性化的定制分析，让您呢在新的一年里啊，不仅能看清健康的信号，更能为自己的身体添薪加油，固本培元。如果您有需要 WhatsApp 助理来报道，欢迎通过屏幕下方联系方式来找到我。感谢大家的照顾，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